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6.12，收盘价是200.8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2.80，最低价是在194.07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7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6 倍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仍处于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3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反弹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小绿 K 线，它的上下影线是几乎是等长。然后呢，当日的 K 线是一个低开盘，在前低附近是遇到了支撑，盘中是出现了反弹，最后呢收盘价收在了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。那同时呢，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对比以往交易日的成交量，这个成交量啊依然是一个有微微的量增。所以呢，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，那日后股价如果要继续反弹，我们要关注是否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在11月1日盘中，我们测算的5日均线值是在201到203之间。对，那日后呢，我们说股价只有站上这个位置才有可能继续反弹，否则依然可能会出现遇压而再次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90，另外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02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，收盘价会在197附近。实际在10月31日收盘价是在200.84，是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它们在盘中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说这样一个没有破前低的，当然也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也出现了新的低点，但是是在前低附近遇到了支撑而出现了这么样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同时呢，成交量虽然没有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，但是也是有大的成交量。那这都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反弹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1月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认为依然是222，是前高。那股价只有站上这个位置，才能够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但是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，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是压力。同时这个5日均线值啊，将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。
也就是在目前股价的位置，只有收盘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才有可能继续反弹，才有可能到达222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如果瓦解了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，再向上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36，它是强压力，是这个缺口的中线。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57，对。那么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57呢，那我们说将会瓦解自2023年10月11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把它设在前低附近，就是我们把它设在194。好，那跌破前低呢，的目的就是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，所以这是它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是178，178只是一个支撑位。那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是下方的152，也就是目前下行的第三个目标。好，那股价一旦是跌破了152呢，那我们认为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01.81，是这个低点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。那么我们再来看，在盘中10月1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195，对，那也就是前低。那股价在前低上方运行才有可能反弹。我们会看到10月31日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就是它没有一直在前低上方运行。对，好，那么到11月1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03。好，203实际上就是在前高附近，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也就是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收高。还有一个就是股价如果在盘中到达这个位置，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关注203这个位置。好，下方的目标我们再调整一下，是194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。由于目前已经是10月份已经收盘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。好，月 K 线图我们先来看一下 K 线信息。那在10月份当月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。那收盘价是跌破了前面这个吊人线的最低，当然也跌破了前一个交易月的最低。那跌破这两个低点呢，从 K 线技术上来说，就是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同时，我们也会看到当月的成交量较之前都是量增。那这样一来，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月，也就是11月份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我们再说反弹，那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啊，只有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9附近，只有站上它，才能够股价才能够继续向上反弹。或者说才能够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那对于月 K 线图，现在目前它下行的目标就是4月份的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就是152。我们在日 K 线图当中说了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其实它现在真正的目标就是这个
15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当月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。那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，在10月份的股价的上行的目标位是287附近，285附近，对。然后呢，下行的目标位是225。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65附近，也就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。那么股价目前是在200.84，也跌破了我们自己设定的一个下行的目标，下行的一个目标位。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信息的回顾。那对于11月份，我们刚刚说了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表现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下行的目标是150，我们设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股价如果反弹的目标现在是在230。好，我们重说一下，就是230是在11月份的收盘价会在这个位置，这是这样的一个预测。那如果出现下行，是收盘价会在150附近。然后当月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个月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91附近。那股价在当月如果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，才有可能反弹，否则股价很有可能，否则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一个说明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小幅的反弹，成交量缩，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，因为这个成交量虽然较之前的交易日是量增，但是对于前一个交易日仍然是量缩，价涨量缩在 K 线技术上出现的说明就是依然股价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目前空头开盘在10月1日既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，那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78，当然在这之前是前面的194。那空头的回补位，我们认为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在203附近，它要守5日均线值，还有一个就是211，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当然还有这个位置222，这是目前空头要守的3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10月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压力位。首先到来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201到203附近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10附近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它和这根实体长红 K 线最高也是重合的。好。10日均线值是在208附近，对，并没有和前高重合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11，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。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222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194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出的是178，第二个支撑，第三个支撑是16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说明，我们给出10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
继续反弹，或者叫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8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0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2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2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9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7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